李峰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乌战场上面，整个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居然挺进哈尔科夫，而且还大量的军队不惜生命、不惜任何的代价，我就往前进攻。那这个时候，布林肯居然跑到了基辅，带了20亿军援去了，因为你现在不去的话，乌克兰打不下去。对，可他放了一个绿灯，这个绿灯这边讲说，过去美国给了乌克兰武器，是你这些武器只能用在乌克兰境内，你不可以打到俄罗斯。可这次布林肯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鼓励促成乌克兰在境外的打击行动，乌克兰自己决定如何进行这场战争，那不就开了绿灯吗？也就代表我给你的这些武器，我给你这些飞弹，你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了。对，现在来讲的话，乌俄战争来讲，对大家来说已经真的是打太久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讲，最后终于进入到了关键的决战时候了。所以呢，如果你布林肯再不赶快出手，美国再不赶快出手的话，你可能战争一瞬间就被结束了。所以呢，布林肯现在乌克兰压力很大，对，压力非常大，这已经到了真正的关键时刻。好，布林肯拿了20亿美元的一个军援，而且呢，他这个不是空口白话，他直接告诉你说，20亿美元的军援有些部分已经抵达了，其他的部分也在路上了。但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他对泽伦斯基讲了一件事情。以后开绿灯了，开绿灯了。以前我给你的这些东西，一定都有一部分被阉割了。比如说以前的长城飞弹，你不能够飞越超过你的境内，你打到俄罗斯，你打到那边怎么办呢？但这次来讲，他讲了一个重点了，我们没有鼓励或促成乌克兰在境外的打击行动，但最终乌克兰必须自己决定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开绿灯了。这些东西以前阉割版的这个远距离式飞弹，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就直接给你原版的。你要怎么打？你要打出去，或者是你要直接威胁俄罗斯，你自己决定。但是呢，现在来说的话，掌握权在你手上。难怪苏明岛的他这个话才刚刚落下。今天有导播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在克里米亚居然发生了一个大爆炸。今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一个重要基地被炸翻了。对，当这个东西绿灯一开之后呢，其实欧美的武器本来就都有，但决定之后呢，就直接开火了。这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的一个军事基地呢，直接被精准打击。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呢，我现在有的东西要打你不打你，决定权在我。现在美国竟然开绿灯了，我在克里米亚，对，克里米亚就直接几个军事基地直接被精准攻击，直接打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俄罗斯你要小心，因为克里米亚这个地方的话，还有黑海舰队，如果我真的要打，我是打得到的。好，那为什么现在双方刚刚讲已经是这样，整个正面冲突已经完全绞杀在一起？现在最可怕的是，如果美国再不出手，美国再不开绿灯，美国再不放手让乌克兰一搏，这个战争看起来对乌克兰非常的不利。因为现在刚刚讲已经调动5个旅的部队哦，5个旅的部队大幅的进军到哈尔科夫。导播，我们看现在有人讲俄罗斯的炮火并不精准。他们现在来自北韩的炮火只有20%的一个精准率，可是我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精准或不精准，我大量的火炮不等于说是遍地开花。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科普一下哈尔科夫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基辅就像台湾的台北一样，哈尔科夫就像是高雄，它有很多的军事设备。在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乌俄战争来讲，乌东、乌南很多的你的机器设备，你受伤送回哪里？哈尔科夫来修理。你的军援受伤之后呢？伤兵送到哈尔科夫，当这个地方在东北这个地方被打穿的话，那就完蛋了。那这一次来讲的话，为什么要往这个地方来打？因为上面呢其实就是俄罗斯的边境贝尔哥罗德，所以呢，其实他们也担心说你打上来，我倒不如先打下去。现在来说，在这几个地方，沃尔科斯克这些地方呢，总共集结了5万多个士兵，5万多个士兵，俄罗斯的士兵，对，俄罗斯的士兵5万多个，然后呢，疯狂的打击，而且最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是说，之前告诉大家说，这边有很多的军事设备壕沟战。但是感觉上好像长驱直入，是不是有贪腐的问题？直接就攻进来。那攻进来之后呢？你看到很多的画面，我们很难想象，俄罗斯之前不是没有炮弹吗？之前不是说呢，我们现在有机台，但是没有东西可以打吗？所以很多的佣兵就逃走了。这一次来讲的话，在这个哈尔科夫来说，从白天打到黑夜，黑夜打到白天，有没有精准？不精准。告诉你，我今天就是一个 overloading， 我今天就是用量来取胜，反正我就一直炸，一直炸。那过去哈尔科夫，这是哈尔科夫的对，哈尔科夫在过去来讲的话，乌俄战争打了3年，很多的地方顿内茨克都打得乱七八糟了，但是哈尔科夫还算是适宜居住的，他们比较少受到战火的攻击，但这一次的话全面撤退，已经6000人全面撤退了，一边撤退一边打，你可以看到说，所以原来现在两边到最后的时刻
已经没有耐心了，对杀红眼了，已经杀红眼了。反正你刚才撤退的时候，你就看到后面的这个炮弹，棒棒棒棒，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因为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非常的关键，它也是很多的一个交通运输钮。如果真的哈尔科夫被打穿的话，其实再往下去走的话，还有苏美，还有这个其他的重要城市，可能乌克兰真的守不住了。好，董事长。刚才讲，现在美国的国会在压力之下也通过了所谓的一篮子法案，通过了600亿美金的这个法案。现在你看，布林肯带了20亿美金，伴手礼跑到了基辅。可是你说那个非常关键的那句话是，他居然对乌克兰开绿灯了，而且这个开绿灯的时间是什么？刚好普丁在中国访问。目前的这个战况啊，就是说，主要就是俄罗斯现在有一波最新的所谓的夏季攻势。那所以所有乌克兰没有任何进攻准备，只有防卫的准备。你要知道，在平原作战里面，攻方的损失跟成本最大，所以攻方是最辛苦的一方。对，因此乌克兰不敢再发动任何的攻击，只做因为人不够了，只做防卫。防卫方比较容易建构防卫的这个它的整个的防卫线比较容易建立。它总共有900多公里的防线，它要在这时候建立。所以乌克兰已经开始大量的建筑防御工事。它的防御工事建筑，因为是平面作战嘛，所以它是一个环状型的环状多层次的防御工事，目前在建构中。对，所以哈尔科夫这个地方现在有几个村庄被攻下，就9个村庄被拿掉了，这2天又再拿回来了。拿回来了，又拿回来了，所以他不断的在这边拉锯战中了啊。所以俄乌真的是处于一种绞杀战争，因为最近新的援军、新的火药、新的弹药来了，供应到了嘛。所以到位了以后，乌克兰又产生一些比较有效的攻势了。目前，所以我这样讲概念很简单，就是美国只希望这610亿的美金，你够守到今年的挡住俄罗斯的夏季攻势，这样就够了。那明年的事情，明年有明年的计划。他们现在这个战场已经长期化了，长期化到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来讨论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很简单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希望要的2个地方嘛，一个是乌东嘛，一个克里米亚嘛，就是现况和平谈判嘛。那现况和平谈判就等于说泽连斯基投降嘛，对，因为他丢掉乌东嘛。那当然就让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在整个欧盟或北约部队不愿意同意这个事情，所以北约现在目前有新的发展。什么发展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有几个小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准备要派兵进入乌克兰支援。你突然讲，那北约要派兵了，就是北约的部队，它等于是隶属北，但是它因为北约每个国家，它现在北约的整个作战的这个所谓的会议的讨论方式，已经不用表决的，用共识决的话，所以共识决的话，你看匈牙利他态度就是支持俄罗斯嘛，所以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就是反俄罗斯，就中东欧的国家态度是对俄罗斯他们是很恐慌的嘛，所以现目前来讲的话，立陶宛的部队已经准备已经进场了，可他们的国家很小，他们全国只有2-3万地面部队嘛，对，他派个1-2万去的话，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这个守备就空虚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国家是法国嘛，法国也准备派地面部队，或许已经派进去了。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什么目的呢？训练，他的部队进到战场是做实战的训练，因为他没有实战化的话，他打了半天，将来俄罗斯真打过来怎么办？不知道嘛。所以目前法国是非常积极的要准备，因为我的判断，他的外籍佣兵应该已经进到第一线去打仗。法国外籍佣兵进去，外籍佣兵很强，他外籍佣兵大概有2万多人可以直接派进去，而且战力非常强的哦。所以那尤其法国有完整的独立的作战系统。从各种兵器的陆海空各种兵器，包括太空等等都有啊。所以目前情况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呢？就是要等到万一11月份川普当选，川普提出什么条件呢？第一个，你每一个北约国家，你的 GDP 你军事 GDP 要变多少？变3个百分点，3%。好，3%还有一个条件哦。你乌克兰的军事费用不准够列入你的会计账内，是啊，另外编列特别预算。这个美军才愿意帮你忙，这是不然美军就不打了。美军不是他不给你，美军不给你钱啊！因为美军现在拨的经费600多亿到了600多亿是拨给乌克兰，对不对？那乌克兰拿来干什么？那购买军火，对不对？那跟谁买？跟美国人买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钱就是绕了一圈，又回到美国军火商或美国军火工业的手中嘛。对，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援乌计划，其实是帮助他自己本身的军火的工业的兴盛嘛。对。那在这个同时，你也不要忘记，在目前的统计哦，乌克兰本身现在自己制造的兵器啊，它的这些部队制造兵占乌克兰本国的 GDP 3个百分点。乌克兰已经发展出来它一套兵工系统出来了，对，所以我刚刚讲的好，这些都是零零星，但是关键是锁在哪里？就是今年的夏季攻势，夏季攻势能不能挡住？所以为什么今天普丁他要跑到中国去？中国，他第一个要当选总统，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叫中国，跟习近平见面，16、17号2天，就是今明2天要见面。那见面谈什么东西？当然是要谈乌克兰，对，当然乌克兰，可是现在目前的情况你也知道，现在习近平非常紧张，因为习近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里面去直接得罪了美欧嘛，对，因为得罪美欧的话，尤其是在金融方面，有可能会被 SWIFT 扫出来了，对，所以非常小心的处理，包括每一笔的账款的处理，包括大银行都经过层层的过滤跟筛检，不愿意跟俄罗斯发生关系。那俄罗斯当然要把普丁当然把习近平拖下水。所以这2天会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我觉得还在谈判。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很乐意的去直接投入，会让美方或者欧方抓到把柄，说要直接有援俄的情况。因此，这个结论很简单：俄乌战场会摆明了会是一个长期化的一个拖死狗的战争。各位，大家会觉得，俄乌战争离台湾千里之远，这个打仗关我们什么事？可以说没有。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发生的这些所有的战役，这些的状况，竟然很多东西已经进到台湾。美军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绿扁帽在台湾，现在居然把这个东西都叫到台湾。那之前我们不是讲我们的海军跟美国的军舰在海上不期而遇吗？原来现在不是说我们把这些事情慢慢公开、慢慢透明出来、慢慢这个公诸于世，而是我们现在在跟美国的联训、我们的演训的内容，甚至空军跟过去也有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其实我们前阵子还曝光说，我们海军跟美国海军舰艇这样不期而遇。我们讲白一点，在大海茫茫上，你怎么可能不期而遇？那一定是大家好像一定是沟通好的。我在哪个地方哦，我们从事你碰到你的军舰碰到我的军舰，我们干嘛呢？我们先做海上的救生救难呢这样两方就会建立沟通了嘛。之后呢，海上的救生救难这算是初阶的哦人道救援也算初阶。中阶的有什么？中阶的我们联合打海盗啦。那高阶的是什么？比如说联合防空、联合反潜这个当然可以做那甚至譬如说演训期间高阶军官不是会互访嘛？那互访不是要搭乘直升机吗？我们的直升机呢搭乘我们的将官过去美舰或者说美军的将领搭乘他们直升机落到我们的军舰上，这个都是一个不错的经验交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直升机落舰都会磨练比如说我们的地勤组员的经验，我们直升机飞行员的经验。所以我们这次敦睦舰队，我们好像有带直升机出去有这个就是预做准备，所以其实，在4月初的时候，就敦睦舰队嘛，其实我们都注意到说，你为什么会带直升机出去？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伏笔的这个是海军的部分。军舰是带直升机出去的。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军舰的执勤，因为我们距离太近，不太会带直升机。但是呢，你一旦带舰载直升机出去，好像是有蹊跷，所以我们这样反推回去说，那3艘军舰呢？大概呢都是敦睦舰队这是海军的部分，那空军呢？空军的部分其实之前我们都常常说，我们在陆克基地有21中队嘛，那现在呢陆克基地它已经变成训练 F-35战机的中队的基地。那现在我们的中队呢移到土桑基地，但是训练过程都一样那不要忘记了，美国呢是全世界常年征战国家，它除了训练盟军之外呢，它还要教你什么意思呢？联合指挥作战的能力那为什么要联合指挥作战？因为我们在空中，我们的空军是可以接受美国指挥的。当然，因为其实美军除了单打独斗之外，它也需要盟军的战力那盟军战力比如说你的 F-16升空，我的 F-15升空，那在空中你如果没有互相沟通，没有相同的资料链，会发生误打的可能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在那边除了学习战技战法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习战场共同。好，那你说其实这一次最近。整个最大脱胎换骨的，居然在陆军。现在陆军绿扁帽部队是一批一批来，他把我们的单兵基本动作
都做了大幅的修正。对，其实最明显应该是在2023年钟世明担任高阶将官之后啊，他其实基本上来讲是 copy 美军的战术战法，那完全 copy 美军。应该说是美国有意加速我们陆军战力的节。那最大的明显改变就是陆战特人小组。那这个6人小组它的观念已经推广很久了。那我们讲白一点说，每一个士兵都是上士阶层以上那每一个士兵的战力都几乎等同于小兰坡这样讲大家比较快那为什么会这么快？有这么厉害吗？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讲说9人豪安在一半没有，现在只要6个人6个人他可以节省战力但是他每一个人兵的战力，他的士兵的战力都很强他基本上叫职务互带，就说我会的你也会你会的狙击，我也一点点会万一你阵亡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战力提升其实速度还要再加快因为我们陆军人数还算过多那其实目前部分的美国特战军官来台指导来台指导之后呢，其实我们会有部分的种子教官慢慢把这个种子拓出去换句话来讲说，我们以前的常规的步兵未来会变成特战化的步兵。近期我们他妈学3型4技，提交快跑协议，然后匍匐前进。你说这个东西没有了，而且他们是三组的，等于说交互掩护，整个作战的概念跟过去都不一样了。基本上讲，这个陆军战场上叫快速以前什么3型4技滚型、药性滚型，现在没有这种东西，现在都是3人的一个小组互相交互引进。发挥最大的火力的，然后达成目标那不管你是要爆破，你要狙击交给后面的军事官或其他军种去解决就好了，没有人再跟你爬行滚巡要进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6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